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日本的一些主流的支付方式。那如果说大家准备去日本旅游或者说准备移居到日本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那么日本的主流的支付方式大概可以分为4种。第一种的话就是非常传统的现金支付。第二种的话就是用银行卡或者信用卡支付。第3种就是现在日本也非常流行的电子支付。第4种就是二维码支付。那么今天的视频的话，就向大家去分别介绍一下这4种支付方式分别在什么样的场景下使用，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首先的话，我们去聊一聊日本现在还非常常用的这个现金支付。现金的话，可能现在国内的小伙伴已经比较陌生了，因为国内的支付方式基本上已经被支付宝、微信这2家垄断了。我们去外面，无论是餐饮、购物还是打车、公交车，基本上都是支付宝和微信这2种方式。现金和刷卡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在日本社会，现金支付依然是非常普遍的，也是最主流的一种支付方式。日本的大型的商场一般都会有自助的收银机，这些自助收银机它也都是可以去接受现金的。我们只需要把纸币或者硬币把它塞在一个放钱的地方，这样去塞进去，而且的话它就会自动的去计算，然后还有找零。现金的话基本上是属于一个畅通无阻的状态，无论在哪里购物都可以用现金，有现金就可以走天下。日本的现金的话也是有纸币，然后还有这种硬币。硬币的话一般它是有500日元，还有100日元，然后还有50和10块这几种面值。还有一个1日元的，其实是基本上见不到的，是很少用的。纸币的话是有1000、5000还有1万这几种面值，其中1000日元的话它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比如说我们在自动贩卖机去买饮料，所有的硬币都是可以接收的，纸币的话它是只接收1000日元的。那5000和1万的话平时就是属于比较大额的现金了。平时5000和1万的使用的也是比较少的。一般的话我自己基本上都是用1000日元的比较多，包括去外面吃饭或者购物的话，一般也都是付1000日元再加上硬币。在 ATM 机上取款的话，一般也是取1000日元的。比较大额的，比如说1万日元以上消费的话，一般都是刷信用卡或者刷借记卡会更加的方便。日本的第2种常见的支付就是刷卡。刷卡的话主要是包括信用卡还有借记卡，这2者的话在使用上没有什么区别。全球常见的一些卡组织，比如说Visa、Mastercard， 还有美国运通，再加上美国本地的一个 GCB， 在美国基本上都是可以接收的。个别地方的话它也是会接收银联卡的一个支付。即使说我们在便利店买一瓶100日元的水也是可以刷卡的。但是我们如果说去要逛一些个人开的路边的小店，或者说路边的小餐馆的话，它有可能是不支持刷卡的，也不支持其他的电子支付，它是只接受现金的。因为刷卡的话，商家他一般要支付3%左右的一个刷卡手续费，这个的话对于个人商家来说手续费还是比较贵的。所以说一些小商贩的话还是更愿意去接受现金支付。第3种常见的支付方式就是电子现金。比如说在日本非常流行的有2个，一个的话就是JR 东日本公司发行的苏伊卡，另外一个就是 7-Eleven 集团发行的一个Nanago， 这2者的话都是电子现金。电子现金的话说白了其实它就是一种充值卡，就是我们把钱充值到卡里面，然后就可以像银行卡一样正常的刷卡。现金或电子现金它的区别主要就是电子现金比较方便，使用现金的话还要支付，还要去拿钱包，还要去找零钱，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但是用电子现金的话，我们直接去刷一下，去碰一下就可以了。
是非常的方便的。另外的话，电子现金它一般是各大商业公司发行的，使用它们付款一般都会有积分返现。比如说我用苏伊卡去消费我个人是用美国运通的这样一张绿卡和给苏伊卡去充值的。会有一个3%的一个返现用苏伊卡付款的同时，然后我出示店铺的一个积分卡，一般又会有1%的返现。这样的话加起来刷苏伊卡就会有4%的返现，这个返现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另外比如说像7-Eleven 便利店发行的Nanago 这张卡它的话平时消费是有1%的返现的，而且经常会有活动，会有双倍的积分比如说2%的返现。电子现金的话，我们可以从自己的银行账户来进行充值，也可以到便利店用现金来进行充值当然也可以通过 Apple Pay、Google Pay 通过绑定的信用卡进行充值。最后一种支付方式就是扫码支付。扫码支付的话，目前在日本也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比较常用的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 PayPay它其实就是日本的支付宝，它背后也是有阿里巴巴还有软银投资的。第二种的话就是 LINE Pay。LINE 的话在日本是一个主流的聊天软件，它其实就相当于国内的微信支付。然后再就是其他各种各样的 Pay， 比如说是用 AU 手机的话就会有 AU Pay， 然后还有乐天 Pay， 各种各样的扫码支付，差不多有10几家但是根据我的观察的话，在便利店买东西或者商场买东西的话，其实很少看到有人来扫二维码支付最常见的还是使用现金或者说刷卡来进行支付除非比如说 PayPay 经常会搞一些返现的活动，这个时候使用二维码支付是比较推荐的但是平时的话，其实二维码支付远远没有电子现金、银行卡这些支付来的方便。在国内的时候，我一直就觉得扫码支付其实挺蠢的现在银行卡它大部分都支持无接触的触碰服务只需要说是把卡拿出来，然后或者说支持 Apple Pay 的手机拿出来去触碰一下就可以支付成功了。二维码支付的话，还要打开手机，还要打开支付宝、微信，再去点开二维码去进行支付速度慢，稳定性低，而且说万一说手机没电了就寸步难行了所以说在国内的话，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手机的依赖度都非常的高手机就是我半条命了但是来了日本之后，除了必要的联系和工作，我其实都很少拿手机了。即使说出门不带手机其实也完全不影响自己的一个生活整个人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去焦虑了最后还要补充一点的就是关于日本的积分卡日本的话有3大积分系统积分的话其实可以直接当现金用比如说大家普遍的话就是消费100日元积1分，或者说200日元积1分，1分的话可以兑换1日元，其实相当于1%的一个返现这些都是可以实实在在的现金返还，不拿白不拿所以说在日本钱消费掉了至少还能有1%的回报把钱存在银行里的话1毛钱的回报都没有。所以说在结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人都会出示他们的积分卡，然后收银员就会帮我们去积分，就可以去返现，这个的话还是比较推荐的如果说大家来日本生活或者旅行的话我个人最推荐的话是现金一定要带够如果说没有现金的话可以带一张在日本取款的银行卡，现金不够的话可以随时到 ATM 去取款有些地方的话因为它可能不支持刷卡但是现金支付的话是肯定100%所有的地方都是接收的其他的话比如说想要便利的话那么苏伊卡的话肯定是必备的，我们直接在 Apple Pay 里面去购买苏伊卡就可以了国行的手机也是可以使用的其次的话就是各家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哪个信用卡的返现高就刷哪张卡就可以了比如说我这个美国 Capital One 的一个信用卡，无论在哪个地方刷都有2%的返现二维码支付的话在有活动的时候可以使用，但是平时的便利性的话不如现金和银行卡支付来的方便那么以上就是和大家分享的日本的一些主流的支付方式，希望能够帮到大家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别忘了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啦。那我们下期再见。